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无论是影像或者说音频类的产品啊，这个索尼呢一直以来都以黑科技著称啊，好像黑科技这词儿就是从索尼来的啊。WF-1000X-M3啊一推出呢就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啊，这个一度呢成为了最强的真无线降噪耳机。近一年啊，这个 TWS 的降噪耳机也迎来了爆发期，众多手机厂商都开始下场厮杀。之前我们视频里也出现好多产品了，市场竞争呢也进入了白热化。在音频领域深耕多年的索尼，面对手机厂商的围攻，还能够保持优势吗？体验到底怎么样呢？这我们好像一直没有专门做过视频，这期视频咱们来聊聊。虽然大家可能都已经很熟悉了，但是在聊降噪之前，我们还是简单看一下外观。充电盒本体呢是类肤质的黑色涂层，这摸起来的手感不错，不过耐用性实在一般啊，没几天这表面就产生了不少的划痕。耳机在配对连接之后呢，会闪烁蓝色灯光，还挺有科技感的。另外，在左侧耳机后方呢有一颗小凸起，方便你在黑暗环境中呢快速分辨左右耳。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，但确实非常实用。在质感外观层面 ，WF-1000X-M3 做的确实不错。不过由于耳机内独立的降噪芯片占用了不小的空间，在体积的控制上，相比于新发布的降噪耳机占不到优势。充电盒放在裤子口袋里还是有些拥挤的啊。不过增大的体积呢，也给电池留下了充足的空间。打开降噪之后，还有24小时的续航时间。实际使用中呢，日常通勤外加测试一直都没断啊。每天佩戴3个多小时的情况下，轻轻松松使用了1周，这个续航表现确实不错。在降噪方面 ，WF-1000X-M3 啊，2颗反馈麦克风啊，一颗靠内，一颗靠外啊。之前我们说过啊，这个是成本比较高的做法。在开始测试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说明一下啊。测试中，耳机佩戴时呢，每次的松紧角度、耳帽的大小啊，都会对降噪的效果呢产生一些影响，因为每个人的耳朵是不一样的嘛。而且声音的好坏呢，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都不一样。以下内容呢是基于我们尽力啊控制变量之后的主观判断啊，还请大家理性讨论，你可以有自己这个看法。我们的测试环境和录制设备也都给大家打出来。首先是最为关注的降噪测试，我们先去了室外啊，2个典型的环境来看一下各自的降噪能力。降噪。降噪。上面的测试呢，3者的降噪效果都挺明显的。接下来室内测试，通过固定场景、固定噪声音量，尽可能的控制变量，让它们一决高下。我们在模拟环境选取的4段噪音，涵盖了公交站、地铁、火车还有飞机，模拟比较常见的噪声环境。我们来直接听实测。降噪测试听下来，索尼在3频上的噪音呢比较均衡，不像三星、华为那样中高频上保留过多，导致声音有毛刺感，甚至出现爆音的情况。整体降噪表现放在现在依旧优秀，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索尼在低频的控制上感觉还是相对较弱了一些。降噪完了，耳机就该听听音质，这个确实偏主观啊。在对比音质时呢，我们使用同一部手机充当音源，关闭降噪，采用 ACC 编码录制，测试音源包含女声、男声还有古典音乐。首先是女声部分，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啊。索尼 WF-1000X-M3 的声音风格不太像大多数耳机那样追求充沛的低频，整体听起来比较明亮清淡，人声和伴奏的声音有比较好的分离，听起来有层次感。另外2者的声音听起来相对就和女生表现差不多啊，在低频的部分处理的比较得当，并没有轰头的感觉。大家
主要考研耳机的中高频，录制的音频我们来回听了很多遍啊，三者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微乎其微，表现都挺不错的。不过在低频钢琴声音的展现上，主观感觉 WF-1000XM3 的声音要更加紧实一些，其他两者就稍显松散。这款耳机没有什么主副耳机的概念，两只耳机与手机同步传输音频信号。不同于过去的 TWS 耳机啊，音频信号需要从一边传输到另一边，采用了双耳机独立传输的 WF-1000XM3，在我们这段时间体验之中呢，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延迟，即便运行在比较拥挤的地铁之中，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连接。缺点不足方面，在通过触摸板开启降噪的时候啊，总会感觉慢半拍啊，要等个半秒钟才会安静下来。降噪。另外，这款耳机应该是权衡了续航的时间啊，它并不支持索尼自家的 LDAC 协议，感觉欠缺了一些，期待后续的新品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吧。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啊，在降噪耳机领域呢，索尼很早就开始技术探索了。早在2014年的时候 ，Xperia Z2 啊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标配了一款有线降噪的耳机，那时候我还刚刚上大学啊。2016年，索尼推出了 MDR1000X， 正式开启了 1000X 的降噪耳机系列。发展至今啊，索尼的降噪技术在业内呢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体验的这个 WF-1000XM3 啊，虽然已经上市很久了啊，这个外观 ID 是吧？大家早就可能都已经见过了。但在我们这次的专题体验之中呢，无论是音质还是降噪方面的表现呢，面对后备的新产品啊，这个不虚。如果有人觉得它这个体积比较大，但是它的音质方面确实要好一些。最近呢，索尼也下调了它的售价，性价比呢更加凸显了一些啊。如果要是想选一个分体式的蓝牙耳机的小伙伴，可以考虑一下。OK， 后续的 TWS 的降噪耳机呢，我们应该也会为大家带来相关的体验和测评啊。等着他们的旗舰产品都发布完了之后，应该还会有横屏视频，更多内容和精彩，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